Hello， 大家好，今天是1月24号，美股周复盘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了。美股果然止跌，特斯拉出现止跌启动中大阳线，你把握住了吗？亚马逊也回归上涨，但有个压力位，要小心一点。美股再次出现变盘信号，下周短线可能要注意高抛获利兑现了。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84期的视频，那么阿哲依旧通过以下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周复盘观点。那么第一部分，我们还是会来到指数的解析。那么目前的纳斯达克指数，在我们本周提醒新月变盘点市场有买入机会之后，出现了连续的一个强势反弹。在周二出现了跳空缺口，市场呢快速3根 K 线回补了这个缺口，基本呢不涨不跌啊，本周呢维持多空之间的均衡。那么下周应该怎么看呢？下周为什么阿哲要说会有变盘点？所以我们会学一下如何用 K 线的颜色发现阴阳交错变盘，以及在日内如何识别下周短线的变盘点。阿哲还会讲到日线趋势的分析。所以第一部分呢，我们会通过短线和波段来分析目前指数的环境究竟应该怎么去操作。而对于指数有所了解之后，我们再看到个股解析，用指数的方向来指导我们个股的操作。那么第二和第三部分我们要讲到的个股解析是特斯拉、亚马逊、英伟达、谷歌、甲骨文、MSTR、微软、博通、LD、HOD、APP、高通、Circle、OKO、PLTR、Coin、Coreway、美光、RKLB 等以上的个股标的。希望今天的周复盘视频依旧能够帮助到您。如果您是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呢有一些温馨提醒需要提示大家。我们视频当中有比较多的内容目录呢有很多个股，所以视频的时长一般会偏长。但是阿哲知道，不是每一只股票您都感兴趣听阿哲分析，所以您可以在下方点击这个时间轴，阿哲呢把每只股票都分好了段落，您点击跳转就可以快速的阅读您最想要关注的那一只个股的分析。当然这里阿哲唯一的建议就是第一部分不要跳过，因为第一部分是最为关键的，指数的方向会决定我们个股的操作以及仓位，包括你的风格是保守还是激进。所以第一部分关于指数的分析千万不要跳过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来到第一部分的解析，那么有关于之前的观点回顾阿哲就不再进行了。我们来到阴阳交错变盘这个知识点的学习，如果您是老同学学过的可以跳转，那么如果是新同学，那么要听一听怎么通过 K 线颜色来发现市场的变盘信号。这个呢其实很简单，阿哲比较喜欢用的一种方式去识别 K 线的一个变盘，他只要看 K 线的颜色在交错运行，就可以去开始用这个方案。比如之前在这一波上涨时，前期呢上涨是一个连续的阳线上涨，而当你发现这种上涨当中出现了 K 线的颜色出现了绿色、红色、绿色、红色，就交错进行，而且这个进行它要保持4天，也就是说它有2个循环一阳一阴为一个循环，然后2个循环就是有4根这种阴阳交错，每天都和昨天的 K 线颜色不一样的话，你就可以开始去看到它可能会有变盘的一个可能了。当前市场也是一样的，这个方法呢不管涨跌就看它颜色，有一根红色、绿色、红色、绿色，好，开始关注短线有可能要变盘了。那怎么去关注它的变盘点的产生呢？并不是说一出现这种阴阳交错它就立马变盘，我们需要去关注何时这种交错的状态呢被打断了。比如说之前这种4根 K 线都是阴阳交错的，每天和昨天都不一样，那你看到这一根红色的阴 K 线，它的第2天是不是还是跟它不一样？所以它依旧保持这种交错不同的一个颜色。而这种阴阳交错它都被打断的时候正常是出现2天的同色 K 线。那么当2天是同色时，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变盘点。好，变盘 K 线它的低点被跌破，属于卖点。而对于左侧来讲，如果上涨一段时间，你已经有不少的短线获利了，那这种变盘点如果还是上涨的，可以做短线的高抛所以左侧右侧都可以以此去关注。左侧的卖点就是出现之后，如果是上涨，特别是加速上涨的，直接可以高抛。右侧呢就看后续收阴线下跌再卖出。而我们也可以看到之前这里其实也有价格呢出现了一根阴阳阴阳4天不同颜色，而它的第2天直接呢就再次收出一根阳线，所以同色 K 线为变盘，第2天收负阴线，高开低走所以这个地方再次变盘下跌。那包括之前这个低位的时候也曾经出现过这种变化比如说这一个下跌，这里是不是也是4根 K 线阴阳交错所以阴阳交错之后你会发现同色产生时，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变盘。变盘之后市场呢收阴线卖出，或者说出现了这种冲高回落也可以去卖出。
价格下跌时，这里是不是也出现了阴阳阴阳啊4根 K 线出现了？好，后续呢它是出现了同色啊，所以这一天是变盘。这一天变盘 K 线啊，因为它的位置是在运线之内啊，它是在中间的，所以不太好去分辨。你可以看一下它是突破还是跌破，后续呢突破，所以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变盘向上看涨点。那么基本上用这种方式啊，短线的变盘点你可以把握的大差不差。当然它也不是每次都会出现，但一旦出现呢，要去关注一下。那么当前的市场我们依旧要注意了啊，前方这里呢是一个下降的趋势线，所以它这里啊我们是有撑压的。这个地方有一个上升趋势线啊，跟之前呢构成了一个三角形对称三角。当前的市场很明显啊是走了一个向上的假突破，然后往下真跌破，所以空方的一个行情走势呢是比较明确的。那么这一波上涨，我们就只能先定义为一个反弹。等一下我们在第3部分讲趋势时呢，会讲到这一个观点的佐证。而这种反弹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变盘点，要小心了。那么接下来同色 K 线就是变盘 K 线，比如说周一再收一根阳线，不管是涨是跌，只要收阳就是变盘高点。这个阳线如果还是一个冲高的，或者说类似10日线的，变盘高点的可能性会更大。当然我们也可以右侧去判断，比如说收阳线之后啊，把低点作为防守，跌破我再去卖出，再去止盈也是可以的。那有同学说，那如果不是收阳线变盘呢，收阴线可以变盘吗？也是可以的。如果收2根同色的阴线，也就是低点变盘的可能性。那么2根阴线下跌的话，它最好不要去跌破之前的这个下降趋势线啊。它如果是这么去调2根阴线，在这里出现支撑，而后止跌出现2阴变盘，后续呢找反包阳或者说止跌阳啊，我们可以再去看短线的启动，就它有可能是高点变盘，也有可能是低点变盘，要关注到时候所处的空间位置和后续的价格表现啊，以此呢去定义。我们在下周也会继续的去讲到啊这个变盘点的一个跟踪，到时候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多关注阿哲的视频讲解。接下来我们再看到第2部分，叫做日内的变盘点。那么日内变盘点呢，它是跟我们刚刚所讲的日线的变盘呢有所不同。日线变盘它可能更加偏向于短线以上，那么日内变盘呢，可能对于日内超短有一点帮助，或者说您在买卖股票时也可以关注分时当中一些高低点变盘。那么日内时间的变盘点是阿哲每天呢在盘前广播当中都会去写到的一个变盘点，您只要是订阅粉丝观众啊，应该呢都能够去看过或者说看到。所以如果您还未订阅阿哲频道啊，可以点击订阅，后续呢找助教领取一下每天的盘前广播即可。我们看一下近期在上周周3开始，周4周5啊，我们所去标记的一个变盘点。那么1月21号啊，1月22号，1月23号，那么应该大部分同学啊都有看到这3个时间的一个变盘，分别呢是一个低点、高点和低点。那么1月22号啊，它呢是一个低点和一个高点。那么1月23号盘中变盘点呢是低点、高点和低点。所以在我们看到分时当中的变盘点时啊，如果您是做波段交易的，您可能不看日内的，那么这个呢我们更多的是辅助你的交易。比如说我在买股票的时候遇到了市场冲高，那么又即将遇到变盘时，这个时候哪怕你做波段交易，你也不能够随便在这种位置去开单啊，因为你一开可能就买到了一些偏高的位置，虽然未来可能还是会涨，但是你买的地方可能成本就高了，等到跌到变盘点后你再去买可能会更好。所以对波段投资者，这个日内变盘是在你分时做交易的时候，开单的时候您去稍微关注一下，尽可能避免去买到一些变盘高点上日内的低点去买进。而对于分时内的日内的交易者来讲，那么这个变盘点你就应该关注股价下跌时所遇到的变盘时间和上涨加速时所遇到的变盘时间。像昨天市场在开盘见到低点，然后上涨加速，阿哲呢盘中有说过12点的位置呢是一个变盘点，这个时候它是一个加速的，那么遇到这个变盘点你就千万不要追了。你要知道在变盘点附近加速是容易遇到高点的，你要买股票也应该等到回落到3点附近再去寻找机会，看一下到时候的价格表现，强势止跌有买点就买，没有买点就等下一个变盘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在下周一的时候，那么第一个日内变盘是谁呢？是11点半。然后大家注意了，这一个时间点呢是阿哲按照阿哲这边香港时间去定的，也就是说如果您是在美东，那么按照美东时间换算一下应该提前1个小时，大概呢是在10点半的时候所以呢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时间点去看。那么在香港时间呢是11点半变盘，那么在美东时间呢是10点半变盘。这是我们在下周一的时候第一个变盘点。那么这个变盘点如果是往下走，
那么它就容易是一个变盘低点。如果是往上走呢，就小心容易是变盘高点。那么因为在我们3点的时候啊，它是一个变盘低点，而且呢低点呢是比较提前的，所以这个地方属于多方还比较强，所以下周一的判定日内啊，就是阿哲不知道消息面会不会有什么影响，纯看时间预测，这里呢继续往上涨的概率呢会比下跌的概率更大，因为多头在尾盘表现还是强势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3点的变盘是低点变盘，那么下一个变盘点11点半啊，它应该是一个高点变盘的概率是比较大的。所以下周一我们在开盘如果有加速上涨，那么11点半不要随便买股票，有可能呢容易回落。那么以上是对于日内短线的一个日内变盘点，希望对您也能够有所帮助。那么以上呢就是所讲到的日线和日内的变盘，那么希望这2个时间点大家可以有所关注，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老同学，听到这里可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照常点一个小红心，点一个赞。如果您的时间相对的宽裕，阿哲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视频底下点开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评论，或者是建议。当然了，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那么也希望大家在第一次听阿哲视频之后，如果有所帮助，也可以在我们的下方点击一个订阅按钮。在点击订阅之后您就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了。未来您只要把这个铃铛全部点开，那么之后阿哲的每一期视频更新的时候，您就会首先第一个收到频道通知，不会错过阿哲的每一期视频、每一个观点每一次阿哲所讲到的变盘时间了。感谢您在首次相见就能够订阅阿哲。那么如果订阅阿哲之后您就可以去找助教领一下那个每天的变盘时间。在我们的右上角有一个弹窗小卡片，您点击之后就可以找到助教跟他说一下您是订阅粉丝同学，然后需要每天的盘前广播，他会告诉您怎么去领取。而后每天美股开盘之前您就注意一下，阿哲呢会发这个变盘时间以及呢盘前的一些提醒。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部分，第3部分呢阿哲要讲一下有关日线的趋势分析。当前从波段的角度我们怎么去看待的？其实刚才我们第一部分有讲到，目前是一个反弹的概率比较大。我们先来看一下日线的趋势走势。目前所看的是日线的一个图表，在图表当中有一个山海趋势图这个指标模板呢也是订阅粉丝同学您可以找助教去安装的。那么安装之后呢，您可以用这个指标去判断您手中股票的一个趋势。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怎么用的。首先图中它有一个紫色飘带它是一个组成部分，是识别呢中短线趋势的。如果是紫色，说明目前是一个上升趋势，然后紫色飘带呢越宽，说明它的上升趋势越稳定；越窄，说明目前的上升趋势呢越薄弱。所以当你发现一只股票它的趋势带是非常宽的、非常陡的向上的，它的上升趋势是很强的，不会被轻易的打乱打破。所以每次呢回到飘带附近，它的这种下跌都属于上升趋势当中的短期的噪音它难以去改变这种上升趋势。所以回调就应该去买股票，所以回调呢就应该去找买点。特别回调的时候，你发现有这种钱袋子一突破就可以买一突破就可以买。所以当市场是一种上升趋势指飘带，那么基本上回调就找买点，找蓝 K 突破，找钱袋子突破都可以作为买点。那么现在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飘带从刚开始的宽，你找蓝 K 线突破买没有问题看到黄 K 线就小心，可能要见高点了。那么现在这种时候它的问题就在于这个飘带它开始不是很陡了，它开始走缓了，它开始呢走窄了。特别最近这一波大跌直接把飘带呢压缩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它就很容易随时转成什么呢？转成黄色飘带。黄色飘带一旦产生，它就会形成压力，而跟紫飘带的支撑是反过来的。所以当前的走势它目前依旧是一个紫色飘带，那么涨起来了。而这里如果它不能够稳定向上，而是出现了回落，把飘带再次跌破，基本上就转为黄色飘带，就归为下降趋势。未来这里将是一个比较强的压力区，要去突破就比较困难。所以当前的行情走势破了飘带，把飘带呢压缩，比较极致，比较弱了。这个时候要干嘛？它必须要站稳飘带，向上再创新高。因为上升趋势它必然是一个高点高点抬高，低点低点抬高的方式。所以你会发现强势的趋势行情它会有新高，它会不断的新高，不会有怎么去新低的。所以价格走势它一调进来基本上低点抬高你就去买就是了。这种是上升趋势的一个博弈点，哪怕破飘带也是一个买点。创新高呢，你再看一下可能会有一些风险点要小心。所以上升趋势的一个规律就是它无法或者说很少去破之前的低点，一跌破飘带就容易止跌上涨，
而后就新高。所以当前的行情它不好的点还有一点就是它破飘带之后它没有去新高，是吧？破飘带之后它的新高呢变得困难，无法去成功的有效的去新高，所以这个位置又破飘带，还破了前面的低点，所以它的低点在降低了。这里往上反弹，它的高点也不容易创新高，那么就容易高点降低。所以这里一旦无法站稳这个飘带，无法去新高的话，它的趋势它的波段就会往下走。这里呢就是一个短线的上涨反弹，它是之前没有在跳空之前卖股票的人再一次的逃生点，它是短线的买入抄底的人再一次的获利高抛点。所以这个地方千万不要看远，我们在新高之前趋势呢依旧还是看弱势的，它随时会再调转向下。那么一旦趋势走为向下，低点降低，高点降低，它将会如此去反复走下阳趋势，你要小心。那个时候仓位上多头方面就要冷静一点，不要再像之前那样子随便呢买入股票加仓股票，所以这是要注意的。我们看一下当前的这个支撑位看一下左上角这个点位关注游龙和伏虎，这个价位就是这个飘带的上沿和下沿这个紫色线是游龙线，下沿的这个青色线是伏虎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最低的防守位是 23,447.10， 是作为当前的这个支撑。如果下周收一根阴线跌破，那么基本也定义了本次上涨要回落。回落时关注两根阴线出现的变盘点，然后两个变盘点出现之后如果是低点变盘向上反弹的时候，这个飘带基本上就转为黄色了。这种结构的推演行情，它的风险就很大就股价的每一次反弹都是逃生门。好，所以你必须要注意的就是它可以高点变盘没有关系，但高点变盘得要站上飘带，回踩飘带，不跌破创新高，那么哪怕高点变盘产生了，它后续也是上升趋势。所以这是我们对纳斯达克指数目前的趋势要有一个明确的划分。你要知道怎么走，后面不太容易看好，怎么走它容易恢复之前的上升波段所以这是对日线趋势的一个分析。那么以上呢就是第一部分对于指数环境，我们讲了日线变盘点、日内变盘点以及日线波段的解析。趋势容易在此处发生由多转空，由震荡反转向下，由三角形收敛有效跌破而后走下跌的这种可能性。一旦这里真的走趋势向下，它的空间是比较大的。我们之前有讲过三角形如果被突破和跌破，它的空间和之前的高低点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个高低点呢，它可以是当前的最低点和之前的最高点。那么这一个空间，这个空间至少走一半，多的话走1倍。那么如果真的在这里走1倍，那么你要知道这个下跌空间足以让你之前的获利全都吐回去，所以一定要小心。这里呢，尽可能波段高抛为主，而确定反转，而后我们再去做买进。所以有这个观念之后后续的个股解析你要知道了。哪怕有些股票阿哲非常看好，比如说特斯拉、亚马逊和英伟达，那么我们也在买股票的时候，在当前阶段你的仓位不要上太多，你不要说阿哲看好我满仓直接在这里买进，没有必要。我们真的要去加仓重仓，一定要等指数环境真的走向好了再去加多仓位。现在最多也就分配一下2-3成差不多了，做一些中线的布局。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开始有关于个股的解析。那么在个股解析之前，阿哲呢需要跟大家去讲一下，刚才我们所讲到的山海趋势图，包括盘前广播，都属于订阅粉丝观众的福利。那么在稍后阿哲讲到个股解析时，也会每只股票呢都讲到山海趋势图它的一个使用技巧和趋势的分析、买入点的一个确认。所以大家如果您是订阅粉丝观众，但手中没有山海趋势图的话，可以找朱老师去领取去安装。那么订阅阿哲频道之后，您会有3重福利，分别呢是山海趋势图的1周体验权限，以及盘前解析点位判定的这一个盘前广播福利。第3重福利呢是进阶知识和内部直播课程。那么这3重福利您都可以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当中找到助教去领取去安装，也可以在底下评论区找到阿哲的置顶评论。那么阿哲呢也把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发在了评论区，您点击之后也可以找到助教，跟助教呢要一下这3重福利。那么接下来我们说一下第3重福利这个呢也很关键。目前你所看的就是我们在下周的一个课表了。那么每周对于订阅粉丝同学，我们都会开办一些内部的课程。如果呢您对技术分析确实感兴趣，想要更好的去使用和用于当前市场的分析，但是您可能还不太会，那么阿哲比较建议大家不要错过每周我们的内部课程。内部的主题班课都是不对外公开的，那么只有订阅粉丝同学、财神同学才能够去收听。所以下周呢1月27号开始，如果您是今天看到阿哲视频，那么找到助教之后及时报名，
那么下周1月27号开课的时候，他会把直播链接发送给您，那个呢是私密直播啊，无法去公开分享的，所以大家记得及时的报名，跟助教呢到时候领取一下这个听课的方式。以上的课程都由阿哲和阿哲团队的几位老师为大家去分享，那么希望依旧也能够对您产生不小的帮助。接下来我们将来到个股解析环节，那么第一只标的呢就是特斯拉了。我们先看到特斯拉的一个日线图表。特斯拉的话呢，它出现了一个下跌，然后回踩到了这个夹角处，出现了反弹。我们上期视频是不是讲过，这根阳线其实你可以作为加仓点，对于左侧来讲就是跌下来你就可以去买了。当然这是不同的一个操作，但一样的就是这附近呢下跌空间判定有限，而后呢去买进。但阿哲呢没有更新这个图表，那么后面我们等看一下最新的日线图。那么当前我们看到的就是最新的一个日 K 线，而后呢也是上海趋势图的一个面板。在特斯拉的一个走势当中我们在下跌时是不是遇到了比较大周期的支撑点，那么去进行买进。好，这个买进之后股价呢出现了一个强烈的反弹上涨。那么在这种上涨的过程当中，它碰到了一个飘带，我们说黄色飘带它是一个压力，之前这里碰到之后回落，那么这里碰到会不会再回落呢？这种飘带是一个中短线的压力位，那么下方呢有一个相对中期以上的支撑位，所以阿哲认为这个支撑会比这个压力更有效一些。但实际来讲刚才阿哲所讲的这个有效只是说预测方面，那么具体价格会不会给到反馈呢？我们需要去跟随价格的一个变动。所以当下要注意的是，黄飘带它还是会有压力的，那么这个压力位如果后续反馈它是一个收阴再破飘带，对于短线来讲你应该去做短线获利，或者说对于之前抄底的同学去获利一部分也是可以的。那么后续回调时呢，你要关注的是这一根阴线的支撑，那么只要这一根阴线前带 K 线不跌破，它后续依旧中线看涨依旧认为这里是一个中期底部，没有太多的问题。短线这里容易反复，那如果短线这里都无出现下跌动作，而是直接突破，那就更好了。那么后续就看反转。那么看反转的话要关注了，它要出现向上突破，而后回调不破飘带走支撑，那么趋势基本中期底就确认。当下呢只是初步判定底下有中期的支撑，而后有反馈不错。那么如果后续回调把这个支撑给跌破了，把 K 线跌破了，反而形成压力，那么中期底部就要被推翻这个观点就不成立。所以趋势呢不是预测出来的，而是跟踪出来的。如果后续价格变动跟我们的预测跟我们的跟踪是不一样的，你要及时的改变观念因为预测只是一方面，更多的是价格的跟踪。所以当下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压力位，这个压力位当前呢是在 440.975 以及呢 453.038关注这两个价格，它呢是目前所处的一个撑压点位。接下来我们看到下只标的是亚马逊。那么亚马逊作为个股它是我们也放在第二部分讲了很多次的之前调到这里时我们就开始关注了，每次调到龙门线它都属于一种中长线的一个支撑点你会看到它的规律还是比较明显的，在今年就调到了龙门线附近有蓝色 K 线突破就买点，是吧？调到龙门线附近就是它碰到龙门线有前带突破买点就碰到龙门线有止跌突破买点，碰而后蓝 K 前带突破买点。那么这次是不是又来了又碰我们的一个龙门线附近，然后呢有长线有蓝 K 突破买点。所以上期视频我们说过，这个位置出现反包是一个买进信号，只是呢因为当时不太好看，所以买的呢可以少一点。那么现在我们在周五的时候又出现一根阳线启动，然后回归到游龙线之上，所以这可以作为加仓点。它同时呢也是快速的把这个缺口给吃掉了，站上了，所以缺口由一个压力转为一个支撑，后续这里将是一个支撑点，结合彩虹带，所以这里将是个强支撑。我们后续哪怕回调，只要它不跌破这个区间再次止跌阳依旧看涨，当然它这里直接启动将会更好。所以这是目前我们所关注的亚马逊。那么至于我们所讲到的它的压力位是哪个压力呢？那么关于这一点我们需要借助一下空间指标来辅助一下。阿哲呢用前期的低点来测算一下空间的一个压力，那么当下市场呢已经确认了一个支撑是有效的，就是 229.85。这个支撑位和压力位它在被反复突破跌破时，你是无法把它当作是有效的。那么什么时候认为有效呢？股价确实开始跌破它就会止跌开始呢碰到它会止跌，好，这个才说明它是一个有效的。所以 229.85 这个支撑呢是有效的。那么上方的压力呢，因为它被碰过之后掉下来了，所以这种被验证过的压力呢它是有效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就是在上方有一个压力位是 244.52，
如果后续这里出现触碰，但是无法突破，而再次收出阴线负阴线或长上影线，这要小心它呢也有可能是一个回落点。当某一次破动压力而后回落的力度太强的时候呢，就是风险了。比如说它再碰到这个压力还是无法过又回落，那么下一次破之前支撑的概率就比较大，那么它的风险就会变大。而如果再往上走，之前的压力能够轻松被突破，说明多方很强，后续转支撑是吧？空间就会推开。而假如往上走的时候，这是压力，它这次也回落了，但回落的时候可能就只有空间的一半，是吧？它空间一半也是个支撑。好，那么大家也可以算一下，就229.85、244.52中间是什么数值在这里简单描一下。好，如果碰了压力，这次回落没有之前那么狠，是吧？只跌了一半，好，止跌，那么它下次突破概率就变大。所以空间压力呢也是可以关注的一个层面，它可以我们去界定多空之间的均衡。像这一次往上突破失败跌破而后回落，它属于多空之间还算是均衡的，多方很强，空方也不弱。所以当下看一下多头和空头之间在空间上能不能够由多转强而由空去转弱。那么以上呢是关于这个亚马逊的分析。我们再看到下周股票是英伟达。英伟达的话，股价虽然在上涨，但是它后面2根的 K 线呢不太好看是连续的长上影线和这个小 K 线的十日星虽然有跳空。好，所以当前的股价这个英伟达呢还是属于一种震荡的格局，它整体还是偏震荡。其实它一直呢都还是在一个震荡的区间之内在徘徊。那么这种震荡的区间呢，也可以称为中枢是吧？或者说这个箱体都没问题差不多下沿就是阿哲所画的这个地方，然后上沿呢就是之前所参照的这附近所以当前的股价是回到了上沿附近，而之前的下跌是没有跌到下沿。当市场之前每次碰都去跌到下沿的时候那么就说明这种空方还属于正常的发挥，多方不是很强。那么像这一次股价回落，它没有去碰下沿它在中间附近就止跌就上涨回到上沿，所以当下呢它只要撑住，就这次只要撑住不回落，那基本上多就转强，而空开始走弱。所以当前的行情格局我们依旧还是比较看好，但必须要注意的是小的结构这里其实也有一个震荡，这个震荡呢是一个相对高位的震荡，而价格走势英伟达是在小周期，就大的周期它在一个震荡上沿，小的周期在一个震荡的一个下沿。好，在这个下沿当中你要小心一个动作，就是它可能会去跌破反抽往下，那么就没了，就多方呢就很麻烦了，就有可能就先从小周期走弱，再引发大周期的一个调整。所以当下的一个英伟达，它这个飘带的地方刚好跟前面的震荡区间呢是重合的，所以这里最好是哪怕往下调也不要破飘带，而后往上止跌看涨。所以当前的飘带的价格，我们看到它的游龙线是 185.657， 扶五线是 185.871， 这里最好撑得住站住，而后止跌再看涨。如果再跌破反抽变压力，那么黄色带将会继续的扩散，那么下一次这个龙门线就可能要被回踩，甚至可能要被跌破，这就不太好所以当前的话英伟达我们就要关注这一点，当市场出现了一个下跌破位时，开始之前抄底的同学要减仓了，要高抛了哪怕我们之前认为这里是一个中期底部，但如果价格表现它不太给你中期预测的一个面子，是吧？你认为这里是中期底部的预测，它就是要打你脸，那没办法了，是吧？它走弱我就开始减仓，是吧？后面走到这附近，如果确实还是有支撑，再止跌我再去买中期的一个仓位，是吧？那么我们预测归预测认为这里有机会可以买，但买了之后确实后续走弱了，那么也该卖就得卖，不要说这里我看它是底部，后面再怎么跌我都不改变那个呢是很危险的。做预测方面是最怕的就是不认错，所以一定要跟踪好这个趋势的变化。那么以上就是对于特斯拉、亚马逊和英伟达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的第一只标的是谷歌。那么当前我们所看的是谷歌的上海趋势图。在谷歌的运行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在2025年表现是很强劲的，七字头当中它算是表现的最强的了吧。好，那么在价格走势行情之下，它的指示带是不是一直保持强势？哪怕最近呢指数表现弱势，它一直保持指示带是宽的，所以这种趋势它就很强。每次回调呢就寻找买点，前带突破，或者说呢蓝 K 突破，那么都行。像最近是不是又出现了又出现了前带子，又被突破了？所以当前呢依旧对于回调来讲是一种买点。只是阿直在盘前广播当中呢多次提示的是，因为它走的太远了，是吧？它这个指示带走的太长了，一次对于这个龙门线的回调都没有。我们之前讲过，指示带呢是一个中短期趋势向上，
而一个趋势向上的过程当中啊，特别是中短期的向上，它不可能一直走中短期的强势和回调，它往往会有在某一个时间点上走的一次回调呢，是对于龙门线的回调。不管是哪只股票啊，特别是七巨头，基本上都有这种特征很明显，就是它不可能一直走中短线的这种启动回调，就每次回调紫色带止跌上涨，止跌上涨，这也是中短线强势的理想。但它总是会在某一次中短线的走弱的时候去回归到龙门线上，所以你要注意的是，每次回调的时候把它当做是可以作为买点的，但是一定要注意了，它总会有一次会去回调龙门线，所以你一定要把每一次回调的强势买点去做好这个止损。所以当前呢，就是我们的买点啊，像之前这里买进了，那么你的止损就要放到买进 K 线，或者说这个潜在的 K 线低点啊，它去继续新高，那就没有问题。好，那么当下也是一样的，回调啊出现了一个买点，是突破买了，好，这个时候我就要把它作为一个防守，跌破我要止损。回调或者说反抽，它不能站回飘带，那么往下走，你要知道它有可能就是一次久违的往龙门线去回调的行情，那么这种时候就特别的风险，所以每一次都要小心，要做好这个止损。而我们在盘前广播讲到的就是它周线上啊也是一直保持向上的稳定，像日线呢是一次龙门线都没踩，而在周线上呢它是一次彩虹带都没有踩，所以它保持的这种乖离过强，那么它总是可能要去触碰的。所以本次的回调，阿哲觉得如果你在做它的回调意义不是很大啊，最好呢就结合一下指数的环境，你这一次回调可能要看一下至少不一定要看到日线的龙门线，但可能要看到这个周线上的有龙线 303.76 啊，所以这种位置的回调买点呢，可买可不买，错过也不遗憾，因为它后续的上涨空间，因为它之前走得太强，所以这个地方再往上走多大空间的可能性呢是不大的，它缺一次比较大的级别的调整，到目前为止还没出现过啊，所以这一次有可能会出现。那么大家如果手中当前还没有安装好这个上海趋势图的同学，特别是订阅了阿哲同学今天的新订阅粉丝同学，那么您记得在右上角点击卡片啊，找助教呢去激活一下这个上海趋势图的使用权限，是这个主图指标，您看一下您的股票是否也出现了回调紫色带产生的买点，它只要不是说前期一直强势上涨，那么这种回调买点呢，基本上买进之后啊，你以这个关键 K 线做防守，大概率能够博弈前高和成功的上涨。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甲骨文，甲骨文的话，它就是一个黄色带，就市场只要是黄色带，而且它这个黄色带的中轴线一直是向下，很明确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空方极强的走势。那这种走势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它会不断的新低，而后上涨难以新高，所以价格走势它容易新低，而后反弹呢是不太容易去新高的，反而是容易创新低的。所以当下的甲骨文，哪怕你觉得它能够去看超跌反弹，阿哲建议是你最多就看一下反弹的空间啊，就是飘带，而后它能过飘带，再去看一下是否能够回踩飘带不跌破啊，再去慢慢的走出反转，再去加仓位。而在这种还处于下跌趋势的行情当中，就再怎么样呢，你都最好是关注为主，而不要放太多的仓位去果断认为可以抄底啊，有可能这个低点之后还有低点，是吧？它可能还能再跌。就是黄色带的过程当中呢，就千万不要随便去抄底啊！你以为它见底了，它可能还能跌啊，以为能见底，它还能跌，是吧？你要最好的就是确定它确实能够突破飘带啊，股价呢回调飘带有支撑，是吧？如果回调飘带还是跌破，是吧？回调还是跌破，基本都是还是诱多啊，所以这种就要小心啊。那这是呢我们对甲骨文的看法，可看反弹，但是没有太多意义放太多仓位。尽可能的不要去做这种黄色带强势的股票，它的多头不好做。目前的游龙线在日线上是 189.02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到 MSTR 这个股票在日线上呢是有机会产生行情的，因为它出现过三台柱，这个柱子一旦产生，说明这个低点的可靠性是比较大，而它又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下跌，那么这种下跌行情我们就可以跟踪一下。前面这种三台柱呢是左侧信号，就低位有可能产生底部，那么右侧怎么跟踪呢？你这种三台柱可以做一波反弹，而后回调时关注一下飘带，飘带目前还是被跌破的破位之后一根两根，好，这个地方不能再破了，再破那么说明它这个上冲依旧是反弹，这个前面的三台柱呢它只是一个反弹，好，所以当下要的是价格下周要涨上去，那么看往上要突破新高，就构成一次低点抬高高点抬高，那么后续趋势回调尽可能去上仓位
做买点。在此之前啊，任何的一个黄色飘带刚转色的时候，你都不要放太多仓位，因为它很多时候都是反弹的可能性更大于反转只是我们说可以因为上台柱而去关注一下当前的游龙伏虎线支撑位在 164.827 和 162.8。 我们再看到下一只个股是微软。微软的话，因为它是黄色带，所以哪怕它走势很强，也依旧呢只是看反弹。价格有一个白玉 K 线超跌，又有蓄势，所以这个地方出现了运线上破，看涨没有问题，但只是短线的。一旦黄色带产生往上突破，注意了，黄色带是压力，它如果后续出现收阴破位，就说明这里很有可能是下跌反弹的结束，那么要小心风险。偶尔它可能会突破飘带，但突破的时候怎么去看呢？就突破飘带的话，就看它能走过2根收盘过第1根，第二天为第2根这里的就是压力收盘过为第1根，第二天为第2根，2天里面的高点将是一个压力它现在呢连飘带都不过，就说明还处于当前这个阶段就有可能是一个正常的普通的反弹，后续可能还有新低所以微软我们就暂时先关注，只有突破飘带，市场确实确定了强势，不是一个简单反弹，我们再去关注后续可能的反转。下一只股票呢，我们再看到博通。博通它是一个蓝色 K 线回调到龙门线附近，所以这个地方是可以关注的，有可能是中期的机会。是不是在飘带上走远了，走久之后它容易在某一次回调的时候不产生买点，而后它的目标是往龙门线去调。所以只要在飘带上呢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强势，那么它总归是有一个回调龙门线的一个需要。而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越往上走你去做回调的时候又要小心，仓位呢又要去谨慎一点，而破飘带就要及时离场，要小心了。好，价格走势这一次回到龙门线附近，就有可能是一个中期调整的结束点。那么这附近产生的蓝色 K 线、前台 K 线等突破找买点，然后去跟踪趋势的行情。当然必须得要有买点，并且这一个买点仓位不要一下子就放很重，因为你需要跟踪。如果这个地方反包突破，先看反弹到飘带，而后走强突破，回踩不破再加仓，然后去博弈后续的趋势推进。仓位一点点上，不要一开始就买很多，因为它有可能是反弹然后下跌，也有可能直接跌破龙门线是吧？所以整体来讲，当下是关键的位置，而后可以等待反馈，止跌反包再找买点，不能直接买，因为当前还是超跌 K 线我们关注一下龙门线的数值，左上角龙门线 319.035， 而后游龙呢在 339.886 作为第一个反弹的压力位。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AMD 它走势很强劲，但是我们说过只要你发现你的上海趋势图上出现的是黄色 K 线，就不要追了，因为黄色 K 线说明它当前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很过热的情况下，就超载了，过热了，这个时候你再买容易买到某些高点上，它不一定是大高点，但是很多时候是波段高点。比如说前面这种就是黄 K 的时候你再买股票，很多时候就是凑热闹很容易能买到一些高点上，就买到这个地方还不如买回调，是吧？所以当前的股价走势就是容易买到高点的地方，并且我们之前也讲过，当前的股价走势呢是一个技术13是一个严格技术的13。那么出现这个13的时候，它是一个 TD 左侧技术当中9后的另外一种风险点。那么这种13后的一个卖点呢，是你直接冲高卖也可以，等另外一种卖点就是比4天前收盘价低也行，比如说它的4天前1天、2天、3天、4天所以下一根 K 线跟它比这个呢就不容易是个卖点。所以我们大概在周2、周3时，就是它越往上推进，它的4天前呢越容易被跌破的时候，就要越小心。当前的4天前还不容易跌破但是已经是左侧有个衰竭点有一些风险了，所以这个呢是另外的一种小心的现象，不要在这个位置再去追了，再追没意义了。所以上海趋势图当中的黄色 K 线也是另外一种风险提醒。我们知道这里有左侧13的风险，再加上黄色 K 线如果收阴破黄色 K 线的低点，那是不是它要往飘带去回归所以这个空间你一买被套，那可就麻烦了。我们看到 228.602 附近是游龙线的支撑，回调后找买点会更好。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HOD， 它也是跌到了龙门线附近，但不是说跌到龙门线就一定会涨，只能说呢跌到这附近呢有一些空间上的优势。因为我们知道
趋势只要形成不会轻易的改变，所以龙门线是中长线趋势，它更不容易被改变。那么价格跌到这附近时做中长线的布局是一个好的空间，但不代表每一次都能够成，特别呢是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这种中长线上涨，我们每一次跟踪反转时都要谨慎再谨慎，特别是指数环境目前不好的情况下。所以当前的股价走势，它走了一个高点再降低下降的走势然后市场呢在这里有一个左侧之前不断有下影线所探到的一个支撑位。好，所以当前这里有一个龙门线，这个地方它属于一个中期的支撑区，如果下跌反弹再破位，这个地方将会展开中期以上的调整了，就很麻烦。所以这里呢最好在这个位置要撑得住，股价出现止跌收阳线，然后依旧要走的是什么呢？回到龙门线之上，止跌有效才行。当前是开始跌破龙门线，跌破的第一根第二根依旧呢是看支撑的，当前是在这里震荡，没有有效跌破，我们需要一根强阳出现站回了去，不然的话呢这里不要乱买龙门线的压力和游龙线的压力分别是 111.778 以及 112.904 关注这两个数值的压力。而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APP 的话呢，市场也跌到了龙门线是吧？所以很多股票在中期上呢，如果指数这里能够走好，它的风险能够抵消，那很多股票其实是来到了一个不错的布局的点位。像 APP 它其实也走的是一个震荡比较大的震荡，只是没有像这个英伟达那么久和那么强势，它呢是一个宽幅震荡，下影线的位置和龙门线的位置是一个支撑，而后它这一波下跌到此处，我们可以看一根止跌阳线后反弹，但因为它跌的比较深，是吧？它还是走一个震荡，所以你只能说先看箱体的一半，而后再看箱体上沿，先看龙门线是否能过，能过呢再往上去看箱体上沿。而这里首先要等一根止跌阳线，当然左侧的话这里其实已经有买点了。那么这个买点是什么呢？就是之前我们所讲过的一个 TD 九转升级九转的支撑线，只要走出一波上涨的9，那么之前的低位呢，它这个低点 K 线就是一个支撑，所以价格走势再次回归到这附近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能够寻找支撑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多重支撑点，就等一个止跌阳线。对于左侧来讲这个地方其实有一些买点比如说 IRK 线呢，或者说一些低开高走的阳线等等都行，但是左侧买点之后还差右侧的止跌，只要止跌就可以再次加仓。而后我们的防守位其实就是把之前的这一个九转的支撑作为防守，是 520.26 作为一个止损位，收阴跌破那么就要跑了。那么这个地方是作为它的支撑线。现在个股我们再看到高通目前的一个止跌状况不是很强它虽然出现了下跌九转，但是这个九转它把之前的支撑给跌破了。好，跌破的九转支撑说明它这个位置是下跌强势的，所以它这里哪怕有一个下跌的九转它呢也不是很好，因为它不完善，它的9和8它这个比6呢高，而这种情况下它又不是一个阳线把之前的白 K 蓝 K 给突破所以这个地方止跌的一个动作也不强。我们继续等一个阳线，而后再去看反弹，但也只能看反弹啦，因为它这一波下跌刚开始我们关注的时候呢是在这个地方的蓝 K， 如果这个蓝 K 直接就止跌那挺好，是吧？前面有支撑，这里有蓝 K， 而后去看涨是不错的。但它跌破了而后连续的超跌，那么跌破连续超跌那就不好了，它已经破了龙门线，是吧？如果它保持龙门线回调支撑，是吧？回调支撑，那有可能呢是走跟亚马逊同样的结构，但它没有跌破了，那么就不太好，因为上方龙门线就会转为压力。我们看一下压力位，龙门线是 162.133， 游龙线是 165.704 趋势被跌坏了。再往上走最多也就看个超跌反弹，但也只是反弹。我们再看到下一个股票是 Circle 依旧走震荡，连续的蓝色 K 线有前带，那么有九转的6号 K 线了，差一点点。那么它的结构呢虽然在震荡，但其实也还可以了。前面这个上涨的九转是吧？左边这个支撑位临近了，而后它还没有跌到9，但是它这个地方呢其实开始有点不太跌得动它呢是10日星蓝色 K 线，只是没有左侧之后的右侧买点，最好有一根止跌阳线特别是强势的底分型出现就更好，就可以直接去看涨。而这个涨呢有可能能够突破这个箱体，但必须得要有那样的一根阳线才行。现在还超跌就不要随便买进了。左侧的这个支撑位是在 68.052， 而上方的这个压力呢游龙线在 78.438。 我们再看到 OKLO 它跌到了8号 K 线大家注意它这一波下跌
之前这波上涨是很强劲的，所以突破了飘带，我们说可以看反转的形成，但是它必须要有一个动作，就回调飘带，不要再有效跌破了。股价目前回调的力度比较强，比亚马逊呢相对来讲还好一些，因为亚马逊它是很快的跌破了跌破之后绝处逢生。那么像 OKO 呢，它是目前刚跌破第一根所以下一根呢就是第二根，第二根呢容易产生绝处逢生，而它的花的时间呢比较长，所以它的下跌呢其实没有亚马逊那么猛。好，所以跌破之后最好下周一再破一个低点，是吧？走出9号 K 线，然后9号 K 线之后出现止跌反包，这种情况下可以寻找一个不错的回调买点。在此之前，阿哲也知道有些同学提前买进了，比如说收一根阳线就买了，收一根阳线就买了。我们一般建议的就是你的买点最好强一点点，要么就反包阳，就直接呢比昨天的高点要收盘高，那种呢是比较强的，至少你知道它是比较强的，是吧？要么呢就等一个蓝 K 或者说白 K 被突破，那也行。但是中途出现的这种小阳线止跌阳线，效果一般的话呢，就哪怕买也买的不多，作为左侧买点。好，右侧的话呢，还是作为主要的仓位。目前的支撑位在哪呢？我们可以看到龙门线是 88.422， 然后辅五线呢是 87.82， 整体是略微跌破了我们的一个龙门线。当跌破第一根它依旧只是跌破第一根，跌破第二根再确认，所以当前的飘带和这个龙门线是共振的，而且都只是跌破了第一根，接下来第二根会产生支撑，而后如果能够止跌反馈，基本上也是能够看涨。但如果跌破第二根之后还往下探，就走弱了所以这个要关注要小心。我们再看到下周股票是 PLTR 也在龙门线附近有所支撑，前期打到龙门线是吧？有机会。那么这一次打到龙门线呢，会不会也有机会呢？至少目前有反包 K 线出现了，所以这个地方看涨是可以的，只是它是黄色带，所以你的仓位呢还是要相对控制的，不能够随便的上太多仓位。一个是它当前已经是向上，就是向上突破一次飘带。我们之前讲过，就是它如果跌破飘带然后往上回归的时候不能创新高其实就说明它有可能要走高点降低了。所以这个地方它哪怕突破，有可能还是走一个下降趋势线的压力。所以这个地方呢，它也还是反弹的概率比较大，哪怕能启动也是反弹概率比较大。所以目前来讲，龙门线作为短期能够看一下支撑，但这个股的位置它不是说特别好，走的是个收敛。好，当前的龙门线是 165.58， 然后它的一个游龙线呢是 174.43。现在这个股我们再看到 Coin 的话不太好的一点就是虽然之前也有上台柱，而且有2次出现，但我们说过上台柱呢作为一种相对测试底部的测试，它告诉我们这些位置只要不破就有机会，而如果破了，说明前面的上台柱效果呢就被抵消掉了。所以之前上台柱呢就引发了2次的一个反弹。好，这一次下跌破位了，虽然有蓝 K， 但它哪怕再次止跌向上也只能说先看反弹。所以当前的 MSTR 呢，它在模型上虽然少了一根上台柱，但是它的一个整体结构是没有破底的，所以比 Coin 呢要强一点点。所以当前的走势我们还是更多关注 MSTR 更多一点，那么 Coin 呢就偏弱一些，再次出现止跌反弹也只能说就看看反弹。之前我们说过它有一个9后的13，但这个13后它一直没有买点，一直还是超跌没有反包阳线，没有比4天前高所以这个就只能说先看着，太弱了。它的上方游龙线压力是 237.661。 我们再看到下周股票是扣位的一个地方还算是有机会的，因为它在游龙线上出现了一个止跌，而后是 IRK 线的买点，是吧？这个买点呢还算比较漂亮，所以阿哲对于扣位的话还是看涨的。股价的上涨是吧？有黄 K 的位置呢，你就应该高抛获利兑现，然后回调的时候呢，出现了连续的下跌创新低，这里是0、1、2、3次新低止跌阳线，所以这个地方作为一个买点，阿哲觉得是可以的低开高走 IRK 线回踩飘带作为买入，然后你可以把止损位放到买点的低点所以跌破你有止损，不跌破呢，这里依旧看涨，短线看涨。然后看涨的目标就还是一个龙门线 113.392。我们之前是不是画过一个区间，就这根关键阳线它的一半的位置，我们说去博弈一波上涨，是吧？这一次是成功的。好，股价回调这附近也是之前的大阳线的高点压力，这里呢也是大阳线之前的高点的支撑回落没有跌破，又有飘带的支撑，有买点，那么就作为一个买进的地方。那么往上看，我们就可以看这个170的位置，
所以利润空间呢是有的。然后你的止损呢差不多就是这么多，没有之前那么好。之前我们是用这一点止损博弈这么多的空间啊，然后走了2/3啊，它不一定会一直直接走到你的目标位，就是你可以做一次高抛。好，当时这一笔呢是成功的啊。那么现在呢回落，你越靠近目标位，越靠近压力位，你的一个盈亏比肯定会被压缩。所以之前呢，如果你说你是用1份的风险啊，然后你去博弈这个4-5倍的一个盈利啊，这个是很可观的。那么现在呢，就是用大概2倍的盈利啊和1倍的风险，就是2:1的盈亏比，是吧？所以当下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交易的机会啊，我们的防守和一个风险就差不多是这些。你的止盈位目标位 113.39。接下来我们再看到美光，美光的话就还是老样子啊，一直走上涨，就目前也是在走9转的第5根了。这种连续的上行的股票呢，就肯定不是作为波段交易者比较喜欢的了，所以只能说一路绝尘啊，除非给回调买点，不然的话呢，这种位置就找高抛机会。当前呢是走了一个高位揉搓线，先下影线再上影线，那么方向更多的是诱空，股价向下的概率会比向上更大。而从周线上来看呢，也是一路的黄色 K 线啊，黄 K 产生之后呢，一般跌破为风险啊，黄 K 出现，当然有时候有9转会更好啊，黄 K 出现，然后收阴跌破是风险。黄 K 产生之后啊，如果不跌破，那么有可能还有上涨空间啊。黄 K 出现啊，不跌破有机会，所以当前呢就是黄 K 产生啊，那么看一下周线的风险是跌破啊，黄 K 消失，如果不消失，走震荡就还有机会。所以一个是周线，一个是日线啊，日线目前是揉搓线，小心它回调这个飘带的需要是352.002作为油蒙线的支撑。而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呢是 RKLB。RKLB 也是回调之后止跌上行，但那么阿哲呢在盘前广播也提醒过啊，这个地方不算是很好，因为它有一个9后13，而后又有一个9转，所以当前就是出现了上涨之后的9后13，那么股价的回调空间可能会比平时大一点点。那么这一波股价的下跌反弹的力度也不算很强，所以当前这个回调买点呢就可以放过，或者说呢你买了，但是你要注意它的概率可能不如之前。之前我们这里是提醒过可以买进的。好，这一波呢属于比较阿哲认为比较可靠的买入点，因为当时呢没有9后13，它只是中途的位置。那么现在呢有9后13，那么我们就要小心，可能这个地方是一个低概率的回调买点。那么你要设好防守位，然后呢去博弈它要新高。如果不能新高，往下收阴破，那你要知道了，这个调整空间确实会大一点点。它可能要找的是前面这个支撑啊，9的支撑，这个支撑点是在66.85。以上呢就是1月24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周再见，拜拜。